们对一加的印象是什么？张老板，不将就，性能，还是原神？别墨迹了。但今天这个印象可能会有点改变，因为他们也要有自己的平板了。这段时间用下来，这台平板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掏家底，绿厂是真的往外掏啊！说起来，这也算是绿厂家的第3块旗舰平板了。如果说以前大家还在努力做一台好用的安卓平板，那绿厂的野心就是把限定词也去掉，做一个好用的平板。新平板拿到手上，这外观够绿，绿厂没错了。我觉得一加平板 Pro 做的最好的地方，不是那些平板的刻板印象，而是把折叠屏的家底掏出来了。没错，是真掏啊！你就说像不像吧？我们来细说，把底栏的这个应用拖出来一个放到这里，就会提示你可以3分屏了。一松手呢，新加的应用就会把那2分屏应用顶飞出去。怕你们没有看懂哈，做一个效果给你们展示一下。你只要再点一下呢，原本的这个应用又能操作了。更夸张的是，4指一捏，你就能看到这一套完整的桌面了。这时候呢，你依然可以操作这3个应用。玩游戏的时候，这样分屏可以挂机下个棋什么的。如果你这些分屏的应用里面有 B 站的话，你看你点一下这个全屏，它就会把其他应用这样子挤开。但是其他这个应用呢，也会留一点小揪揪。你点一下这里，还是可以这样子去切换它们的。而且你看这个底栏还真跟折叠屏上面一样，是这种细长的设计，点起来有一喵喵的别扭，但是能做大一点的话，应该会更好。其实我之前觉得三星这种分屏看起来已经很好用了，看起来，因为你拖动的时候其实适配的并不是很好，页面并不总是能直接操作的。一加平板这种等于是把3个完整的页面塞进了1块屏幕，我觉得是很清晰的思路。这是分屏的逻辑，还有小窗，我还挺想知道的，你们平时真的会用安卓上面的小窗吗？其实主动呼出的这种应用小窗更适合想要有一个应用需要挂机的时候，反而是被动触发的小窗更容易爽到，就跟折叠屏类似，应用里面的设置这样子点一下，就会以小窗的形态出现。这样一波操作下来，厂商减少了优化适配的难度，用户呢又得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系统，折叠屏和平板抱团取暖，没有人受伤的世界也完成了。一加呢还把这个办公学习2件套推倒重新设计了。首先，如何让一支手写笔写起来像一支手写笔呢？一加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脑洞，摸起来得像是笔吧，贴上了和木头一样的纹路；写起来得像是笔吧，又塞进去了马达，模拟写字的触感。钢笔、铅笔，甚至橡皮擦都有不同的震感。我在用这个铅笔的时候，这样和这样，或者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笔的反馈都是不一样了。声音也能 cosplay。写字的时候，声音直接从平板发出来，还是很有感觉的。毕竟大部分的时候，无纸化学习也是一种氛围感。键盘设计的不错，主打一个不犯错，触控板比之前大了超级多。键盘翻过来的时候，磁吸的力度也更大了，完全不会误触。后面的支架是这种可以自由调节的，键盘呢拔下来就变成蓝牙连接，所以你还能这样分体来用。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键盘旁边的 NFC 啊？没错，一加也开始玩一碰传的联动了。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再细一点。首先，假如你有一台绿厂的手机，最基本的联动是放上来，手机就能镜像到平板上。就是这个动画怎么有点眼熟？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呀！如果手机上应用是打开的状态，还会直接把应用镜像流转过去，正在播放的视频也能继续播放。就算平板没有解锁，只要把手机设置成信任设备，放上去也会自动进行联动。而且还是一样的条件，如果平板上刚好有你手机上面正在使用的软件，也会自动打开，同样也会保留进程，图片也可以这样子一碰传。如果不提键盘，只说手机和平板本身，有很多绿厂的家底。通信共享这个功能，绿厂做的比较早，打电话、收短信、共享5G 网络，软件也可以一键自动登录。需要精确定位的时候呢，还能调用手机的能力，甚至来了短信可以点一下就输入，不用像别的手机要点一下复制再粘贴。而且连接状态下，手机上面的截图拍的课件会直接同步显示在这里，联动的感觉还是很无感的。毕竟绿厂可是把8Gen 3都掏出来了。性能我测了一下，原神开启 2.1K 分辨率的超分画质，这个模式下面画面的观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30分钟测试跑出了59.2帧，正面最高温度接近45度，背面43.9度。而且平板嘛，不管生产力怎么说，好听好看都是最基本的。这一块 LCD 的暗角控制的不错，我手里这一台的色准也测出来不错的水平。手动最高亮度有610尼特，全局激发亮度做到了887尼特，日常用肯定是够了。总的来说呢，一加平板 Pro 有一种日常在掏家里打造一台平板的感觉。从折叠屏上面拿一点现成的软件优化，键盘和手写笔都主打一个听劝，属于是把该做的都做了，再把今年旗舰手机的处理器塞进去，不管是打游戏还是做一些日常基础的工作学习都可以胜任。不知道你们会用自己的平板做些什么呢？ 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铁力，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